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汪。中国的顶尖学府啊，经常会出现一些让人出乎意料、不走寻常路的人物。上一期节目呢，我们聊了北大的张之洞，他曾经是北大的学霸，高考啊数学考了满分，结果现在却成了美洲的大毒枭哈，然后被美国通缉。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最近因为一篇充满争议的文章震惊网络的清华摇班精英李星野。这个人的经历啊，堪称传奇。超级富二代，清华摇班毕业，麻省理工深造，曾经在亚马逊、Meta 等科技巨头工作，现在是量化投资领域的新锐啊。据说他通过 AI 和量化投资积累了可观的财富，高达10亿美元以上。就他的智商有多高呢？你看，他曾经获得 NOIP 提高组1等奖和 NOI 的金牌，美国计算机奥赛全球第1名啊。NOIP 呢是省内高手啊，咱就不详细说了。主要是这个 NOI 金牌，那是全国天花板，含金量非常高。全国每年只有大约300人能够入围，最终啊只有50人左右能拿金牌。金牌选手啊，绝对是全国中学生中最顶尖的程序员。很多人会入选国家集训队啊，代表中国参加什么国际奥赛。像清华、北大，尤其是这个清华的摇班和北大的图灵班，都会保送 NOI 金牌的选手。而且这个清华摇班啊，它每年录取的人数非常的少，大概每年也就是30多人或者40多人，可以说是全国最优秀的学生。所以这个班呢，也被誉为中国最强理工科班。能进摇班的呀，都是智商啊非常顶尖的学生了。对，但是李星野他的出名，并不是因为他在 AI 领域啊和他在摇班的这种辉煌的经历，而是因为3篇震动网络的文章哈。第一篇是我的父亲李从坚，第二个是我是怎么挣到10个亿的，以及最具争议的人妻约会指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李星野和他的雄文。李星野现在也是 AI 炒股嘛，所以他跟巴菲特其实都类似，他也印证了巴菲特的一个观点，就是如果他们生活在19世纪的话，那基本上他们可能就是社会的底层哈，因为那个时候更需要的是肌肉和勇气，比如美国西部是吧，必须肉体非常强悍才能成功。但在 AI 时代，他们有脑子，有量化投资这个超级工具，对他这种智商的人来说，现在赚钱简直就和捡钱一样容易。从认知的角度看，李星野的能力也是毋庸置疑的。他在2021年刚从学校毕业不久，就建议做房地产生意的父亲把中国的房子全部卖掉。你看，这种对宏观经济的判断力，在当时看来是离经叛道，但事后证明极其的具有前瞻性。当时你看国内房地产市场还在高位啊，像李从坚这样的老一辈的地产商，就是他父亲哈，就坚信中国房子永远涨，持这个观点的人啊非常多。而李星野他刚刚入社会就已经看到了拐点。那李星野的父亲李从坚那一代人，财富积累主要是依靠土地红利啊、关系资源啊，还有政策窗口。他们的成功经验，在李星野的文中就是靠什么认干爹、攀关系。而李星野代表的是处在 AI 浪尖的新人类。更相信综合了这些信息啊、数据啊、模型和算法和全球化的配置，所以他就更早看到了一个大的趋势和方向。在量化投资领域，李星野展现出来的这个能力确实非常惊人。他创立的 AlphaStar Research 专注于这个 AI 的研发和量化金融的结合，就是当下最前沿的领域之一。对于掌握了顶尖的数学能力、编程能力和经济学知识的这么一个人来说呀，量化投资啊，确实是一个降维打击的游戏。他能够看到普通人看不到的规律，能够用算法捕捉市场最微小的机会，能在毫秒级就完成普通人可能需要几天才能完成的一个决策哈。而且关键这个决策啊，准确率更高，资金利用率也更高。当然，在他身上还有一个矛盾，就是极高的智商和赚钱能力并不等同于成熟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健全的人格。再聪明的人，他的认知其实很大一部分也来自于他自身的亲身经历。你看李星野的他这个雄文就体现出他确实拥有超越常人的智力，但是却因为他的原生家庭的问题，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是充满了冰冷的理性，甚至有一些仇恨。他的父亲确实有钱，但是呢，你通过李星野的文章就可以间接的看到，他的父亲的价值观和情感观绝对是存在严重的问题的。他的父亲和母亲之间是充满了巨大的那种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的关系，估计他们在婚姻的后期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爱了。那这都传导到了他们的儿子李星野的身上。李星野能够用复杂的数学模型预测市场的走势，却用同样的所谓的理性分析，通过他自己个人的有限的，甚至可以说是有一定扭曲的所见所想来对待人际关系和两性关系。比如他就把女性比作汽车，把婚姻关系当作市场效率问题，把道德当作可以用经济学来解构的过时的传统。
就这么说起来，感觉李心也就有点像一个 AI 了，就不像人类，因为他身上已经没有了说人类那种复杂的情感啊，不管说是爱情方面的，还是亲情、友情方面的，就感觉他有点是冰冷冷的，像那种算法算出来的。没错，过于理性，过于冰冷哈，也可能是因为呢他自己没有经历过，他也没有在他父母的身上看到过那些人类之间的复杂情感。李心也一共在网上发表了3篇重磅文章，我们先来谈谈他最重要的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太长，90多页，咱们没有办法谈全哈，只是说说他的观点以及我们的看法。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去网上找这篇完整文章。这个人妻约会指南文章，这篇文章表面上其实它是一个人际关系指南，但实际上透露的就是李心也截止目前对世界的看法。也就是说，他的世界观。为什么说这个文章的标题都非常的劲爆？没错，这个标题过于扎眼，以至于他在真正发表的时候，他是改了一下标题的，改成了叫什么关系指南。那为什么我前面加了个定语叫截止目前呢？因为李心也这个人实在是太聪明了，他一定会随着他的阅历的增加，他将来一定会发现，在 AI 类似于 AI 的这种理性之外，人类世界的情感的复杂性哈。比如他将来有儿女了之后，他可能就会改变他的一些想法哈。那他的目前的这个世界观可以总结为这么几个核心观点哈。第一就是极端的功利主义，就是一切关系都是交易。李心也呢就把女性比作汽车，把婚姻关系比作混乱低效的汽车市场。他认为追求女性的成本太高了，比如说彩礼对他是不是问题但对普通人来说就太高了哈。而与人妻交往就相当于呢去隔壁老王家把他的车开走，成本更低，这就基本抹杀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价值就把一切关系简化成为什么成本收益计算。其实如果他真这么计算，我觉得也可以，但是他忽略了一个，比如说这辆车就专门属于你，他就把这种情绪价值给忽略掉了。那忽略了人与人之间那种婚姻关系中的基于情感的这种属性。当然了，这也是现在中国社会现在普遍存在这么一个问题我相信如果他回到20年前的中国，他可能不会有这么强烈的这种感受。其实主要也就是在最近10几年，随着什么小红书抖音等等这些媒体一些物化婚姻一些极端的打拳的主义者他们的各种真真假假的现身说法等等，还有一些人就像讲师的形象出现，就教一些人怎么在婚姻中去维护自己的利益等等，这就让现在的这个婚姻市场就确实有点混乱就有点像交易市场。当一个人用这种纯粹的工具来理性的视角来看待人际关系，尤其是情感关系的时候那可以说就失去了作为人的基本的温度了。第二点观点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就是强者天然有特权。他这篇文章里面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女人慕强公理，认为女性天生是崇拜强者的，因此强者理应拥有更多的资源，包括性资源他认为自己呢作为强者有资格去帮助那些在婚姻中不幸福的女性，而丈夫们作为弱者活该被背叛这就是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19世纪就应该被扔进垃圾桶的思想。那人类社会的进步其实就恰恰在于我们建立了超越这种丛林法则的文明秩序嘛。那婚姻制度、道德规范、法律体系其实都是为了保护所有人的权益，而不是为强者为所欲为。所以一个社会如果能够更加的去保护弱者，那这个社会绝对是更加文明的。政治化那个例子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当然我们不详细展开了。他的第3个观点就是选择性的女权，为自己的行为找正当性。有意思的是，就是李心也他在论述合法性的时候，突然就变成了女权主义者了，就强调女性完全有自己的性自主权和生育自主权，任何人不能干涉。但这种女权是高度选择性的，她只是在为自己的这种行为的辩护的时候才提到这种女性权利，但呢，她没有反思自己其实是整篇文章大部分篇幅都在把女性物化，把婚姻当作猎场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她本身其实对女性应该是整篇文章没有那么尊重的。那真正的女性主义其实是尊重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完整性，而不是把她们当作可以约会、可以攻略的这种对象，然后又把社会达尔文主义灌输在里面，提出什么女性有性自主权，意思就出轨也是她的性自主权之一，这就是为第三者插足或者是出轨找借口就是而且我听下来，其实他无非就是一个不婚主义嘛，然后主打着说我不想负责了，那他当然希望女生有这个性自主权了，这样的话女生不就出轨的话也更猛烈了吗？就是说他给女性出轨，他这样的社会强者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和正当性。
对，听起来就有点像洗脑和 PUA，就没准他在追某一个人妻的时候，那个人妻可能还不愿意呢，开始还不想出轨，还想忠于家庭，然后他就跟他说：“哎，你是新时代独立女性啊，你要有这个性自主权呀，你不能因为在婚姻中是吧就这么保守，还给人家洗脑了，反而。”他的第4个观点啊，就是精致利己主义的一个极致体现。就整篇文章就充斥着什么如何避免与丈夫冲突，如何合法的破坏他人婚姻，如何让女性爱上你这样的所谓的技巧他这篇文章里甚至还引用了《黄帝内经》里面的圣人不治己病治未病来论述如何避免与丈夫的冲突，令人是啼笑皆非那这把一切的智慧都用于满足自己私欲的做法，其实真是精致利己主义的一个极致表现。他智商非常高，非常有能力，但是他把这种能力一旦用在了如何钻空子、如何占便宜、如何满足自己的私欲上，而且能说出一套大道理上，那这个就是用错地方了，而且有点恐怖而且听起来他这样还远远不如王思聪，虽然2个人都是富二代，都是不婚主义者，然后都是好像频繁的换女友，但是起码王思聪他没有同时交往多个女朋友，就目前起码没有爆出来，也没有说插足别人的婚姻，交往已婚女性，人家起码正儿八经就是谈恋爱，只不过女朋友换的多而已，但是每一段也都是1对1的，就是结束了上一个才进行下一个。其实我跟你说，在他眼里，王思聪绝对是一个就是在认知方面比较低的一个人，他是一个俯视的一个角度去看王思聪的这些行为，因为他从所有的价值和经济利益、这个社会利益各个角度来衡量嘛，他认为王思聪那个做法肯定是很愚蠢的。第5点就是他对父辈的几乎一个全盘的否定。他有一篇文章就多处提到他的父亲李松坚，说他的父亲靠着认干爹炒房躺着发财，觉得自己特别能吃苦，瞧不起当代的做题家，觉得自己就是神，西方经济学就是狗屁房价永远涨。那李新野对父辈的鄙视也折射出一种认知的傲慢。其实我非常理解他的这些想法，虽然我不完全认同。你看他父亲的成功，确实是在特定的环境和特定的行业里面取得的特定成功，在 AI 时代，在技术领域，其实显然是行不通了。而且他父亲对未来行业的趋势好像也没有看清楚，所以我非常理解李新野会有这些想法。也许他的父亲就属于那种比如在一个班级里面属于那个非常调皮捣蛋，但是呢能够讨好老师，能够获得同学和老师来欢迎的那个班长，但是真正的学习能力是啥也不是。但讽刺的是，却恰恰就他这种人在特定的环境下能当班长。不过他在批判他父亲觉得自己就是神的这样的傲慢的时候，他其实也陷入了同样的傲慢其实他可能没有认识到一点，就他父亲当时的那个水平也好，或者所处的环境也好，他父亲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成功。不知道李新野是不屑呢，还是看不清这个现实从客观事实来看，李新野的这篇人妻约会指南和我的父亲李松坚这2篇文章，直接就损害了他父亲和整个家族的声誉，这是毫无疑问的。首先就是在文章里他公开了家丑，损害了他父亲和家族的这个商业信誉。他早在2025年的6月15号父亲节那天，他发表了这个我的父亲李松坚这个文章，里面详细披露了他父亲在商业经营中的各种问题。对于一个商人来说，信誉和形象是非常重要的资产，尤其对于房地产这种高负债的这种行业来说，李新野的公开控诉，那直接导致李松坚和他的名媛集团陷入了舆论漩涡。你想，这个银行在给他授信或者贷款的时候，那就要掂量掂量了。而且李新野声称他父亲曾经说要杀了他那可能也是一句气话。但这种公开对抗的方式，显然突破了这个家庭矛盾的处理边界了。第二个就是他这2篇文章绝对强化了一个负面的影响，就有些人就把这2篇文章，就他那个人妻约会指南和我的父亲李松坚就联系在一起，说你看这就是房地产商教育出来的儿子，富二代的道德水平是啥样你看还有人说什么清华培养的是什么人这样的一个评论就铺天盖地。而且李新野在文章中他也强调说，他这么做呢，就是因为父亲说抛弃了原配妻子，然后携小三又转移了资产，他是和妈妈夺回属于他们的一切。这种叙事就把他塑造成了一个比较正义的一方，把父亲塑造成了反派那一边他还宣称要让他们破产，要用一切商业手段和法律手段来复仇所以李新野为什么会写出这样一篇文章，显然他不是偶然的，而是他蓄意了很久就他这种可能心里的一些仇恨已经压抑了很久，所以他背后有非常深刻的家庭的内因当然了，以上信息是李新野的一家之词没有得到各方面的一个证实。但是呢，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你可以看出李新野他从小看到的就是关系比能力重要，金钱可以买到一切，
且女性可以被当作附属品等等哈。父亲还给他送过一本书，叫《有官在身》，让他好好读这本书啊，要学会如何让领导开心。这种价值观的熏陶，在李新野的潜意识中啊，可以说种下了一个不太好的种子。他的童年呢，可以说也是被工具化的。李新野提到，当他报考麻省理工的时候，父亲反对的理由是去北京上学可能被首长女儿看上。如果这件事情是真实的，那你想这种工具化的这种成长的经历，那一定会让一个人难以建立一个健康的人际关系观念。那他从小就被教导人与人之间就是利用，那互相利用。那么将来他长大后呢，肯定显然也会用同样的视角来看待两性的关系啊、婚姻关系等等。所以也就不奇怪了，他能写出《人妻约会指南》这样的文章。我讲到这儿，可能很多人也会说，这才是社会的真相啊！你看人家富二代，他的父亲就从小就把社会的真相告诉他，那他的认知和目标性就会比同龄人成熟好多呀。那我认为啊，网友的这种观点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个事情得有一个度，就是说你不能把所有的关系都进行过度的物化。但是更重要的是，父母和孩子之间一定要建立那种信任和真正的关怀和爱，这样他就会更加理性和真实的去看这个世界。李新野是一个智商超群、学历顶尖、赚钱能力突出的一个非常出众的年轻人，可以说他就是这个时代的精英。但是他就写出了这样一篇非常冲击人们的感官、价值观有点扭曲的文章。可以说我通过他这几篇文章，却反复看到了一个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失望的一个蜷缩在角落里的孩子的形象。他在那个角落里面可以说是孤独寂寞冷的，所以他写出了这么一个理性又冰冷的文章。他能够预测经济的走势，却不能理解人性的温暖；他能够优化投资组合，却不能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他能写出100页的指南，却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爱与尊重。我认为李新野作为一个时代的弄潮儿，能力出众，又早早就实现了超级财富自由的这么一个人，他如何能够摆脱这样的一个窘境？唯一的方法就是能够遇到一个真正好的女人。这个女人可以爱他的金钱，但更重要的是有温度，爱他这个人，给予他真正的温暖。祝他能够非常幸运的遇到这个人，将来再出一期更加精彩的人生指南。不过我得说，没准人家自己不想呢，人家就想游戏人间，跟张朝阳一样啊。也许我们是多虑了啊。总之，希望他有一个幸福的人生吧。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再见。